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黑伟成教授所著的《肾脏决定寿命》这本书。黑伟教授毕业于东京大学医学部医学科，目前担任自治医科大学分子病态治疗研究中心抗衰老医学研究部的教授，致力于通过研究肾脏与磷的关系来揭示老化的机制。黑伟教授无疑是全球老化研究的领军人物。人为什么会老化？如今，45岁以上的人中已有1/4的肾脏处于危险状态。然而，仍然存在恢复肾功能并延长寿命的方法。作为不老医学的权威，本书的作者详尽地解说了唯一的长寿之道——沉默的器官——肾脏。可以说，每个人都不想接受变老的事实，尤其是富有的人更积极地追求长寿，并在各种抗衰老技术和延寿科技上投入巨资。据说全世界都在关注老化和抗衰老的问题，而本书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进行了探讨。关键词是肾脏和磷。其实，肾脏和磷掌握着我们老化和寿命的关键，这一点目前只为少数研究者和医务人员所知。正因为如此，黑伟先生才希望通过这本书，让更多的人了解肾脏和磷在老化和寿命中的深刻关联。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掌握老化与寿命关键的竟然是肾脏和磷；第二，为了永葆青春、抵抗老化，我们现在可以做些什么？首先是第一部分，掌握老化与寿命关键的竟然是肾脏和磷。大家听到肾脏和磷，会有什么样的联想呢？可能很多人想到肾脏时，会觉得那是制造尿液的器官，而提到磷，可能会记得它是元素符号为 P 的一种矿物质，这是高中化学里学过的。大概许多人对此的认知也就止步于此。然而，这些低调的肾脏和磷，实际上掌握着我们老化和寿命的关键。首先从肾脏开始讲起。正如前面提到的，许多人将肾脏与制造尿液联系在一起，但肾脏的功能远不止于此。肾脏的重要功能之一是维持体内环境的稳定。正是因为肾脏的这一功能，我们才能保持健康，过上正常的生活。为了保持生命的延续，我们体内的盐分、钾、钙、磷等成分必须始终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无论哪种成分，过多或过少都是不利的。但是我们的饮食内容并不固定，每天吃的东西和量也完全不同。比如有一天您可能吃了很多咸味的薯片，这样一来，身体里就摄入了大量的钠。尽管我们每天的饮食和摄入的成分种类、数量都各不相同，但我们依然能够保持健康，身体里的成分也始终在一定范围内保持平衡。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我们的肾脏具备维持体内环境稳定的功能。当我们吃了大量咸味的薯片，摄入了过多的钠时，肾脏会将多余的不必要的钠通过尿液排出体外，防止特定成分过量。同时，如果某些成分不足，肾脏还会适时将其重新输送回体内。正是这种肾脏调节和维持体内环境平衡的功能，与我们的健康、老化及寿命密切相关。我们知道，有些人老化得快，有些人则老化得慢，有些人的寿命很短，而有些人即使超过100岁，身体仍然硬朗。作者指出，肾脏维持体内环境平衡的能力，对这些差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们通过摄取身体所需的营养，并排出不需要的物质，来维持健康的状态。但如果无法顺利排出应排的物质，多余或不需要的东西就会在体内积累，导致器官功能下降，代谢减慢，从而出现不适或老化现象。因此，肾脏会每天调节并控制这些不需要或过多的物质，将它们排出体外。如果肾脏的排泄能力减弱，老化就会加速，使得对身体有毒的物质无法及时排出，长时间滞留在体内，那肯定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大家想一想，肾脏需要排出体外不能摄入过量的物质有哪些呢？你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糖分、盐分、脂肪等，
当然，这些物质不能过量摄入，但作者指出，还有一种物质也需要特别注意，这就是本次视频的关键词之磷。磷的过量摄入可能比糖、盐或脂肪的过量更为棘手，带来更严重的问题。说到磷，我来简要介绍一下磷是什么吧。磷是与钙一起构成骨骼的成分，体内约80%的磷与钙结合，形成不溶于水的磷酸钙，这是我们骨骼的主要成分。此外，磷还是 DNA 和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维持我们身体的正常功能至关重要。然而，尽管磷非常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摄入越多越好。磷广泛存在于肉类、鱼类、乳制品等各种食物中，正常饮食下几乎不会出现磷缺乏的问题。因此，我们反而要警惕磷的过量摄入，特别是含磷量高的食品中，食品添加剂尤为突出。如果平时摄入大量加工食品、快餐或零食等，不知不觉中就会摄取大量的磷。而且，如果我们每天摄入过量的磷，就会对肾脏、血管和细胞造成损害，加速老化的速度。更进一步，磷引起的身体损伤还可能导致慢性肾脏病、动脉硬化、心脏病、脑血管疾病等缩短寿命的疾病。因此，磷的过量摄入可以说是致命的。如果想要健康长寿并保持年轻，就必须注意控制磷的摄入。而且，如果在磷摄入过多的情况下，肾脏的排泄功能下降，就无法顺利排出磷，这会使我们迅速失去健康。为了避免体内积累多余的磷，我们必须保持肾脏的排泄能力，防止它下降。为了防止老化加速或寿命缩短，我们必须保持肾脏的良好功能。肾脏正常运作是我们生存的基本条件，特别是有效排泄磷对于对抗老化和疾病至关重要。一项针对大约4000人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血磷浓度高的人相比血磷浓度低的人，其死亡率高出70%，70%是个相当大的差距。这也凸显了肾脏在排泄磷的方面功能的重要性。此外，研究还发现，血液中磷含量较低的动物寿命更长，而容易积累磷的动物寿命较短。那些排泄调节能力强的动物寿命较长。基于这些发现，希望大家能够注意饮食，避免磷的过量摄取，同时要保持肾脏健康，保持高效排出磷等不必要物质的能力，这才是我们健康生活并保持长寿的关键。接下来是第二部分，为了永葆青春、抵抗老化，我们现在可以做些什么？在第一部分中，我已经介绍了肾脏和磷在老化和寿命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所以在第二部分，我将基于第一部分的知识，向大家介绍一些本书中提到的超实用方法，帮助我们保持年轻、延缓衰老。希望大家至少能实践其中一条，让我们告别不健康的身体和衰老。那么现在，我将总结一下保持年轻、延缓衰老的最强方法：一、通过减少有机磷来进行最强的抗衰老；二、通过减少无机磷来进行最强的抗衰老；三、持续运动，将磷封存于骨骼中。首先，让我们来讨论第一个保持年轻、延缓衰老的最强方法，即通过减少有机磷来进行最强的抗衰老。我们平时之所以能够保持健康，是因为肾脏不懈地帮助我们维持体内环境的稳定，而正是因为肾脏和其他各种器官都能够维持体内的平衡，身体才能正常运作。也就是说，肾脏就像是统筹全身器官的总指挥，确保自己和其他器官都能正常运作。然而，尽管肾脏如此重要，实际上患有肾脏疾病的人却非常多。在日本，约有每8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即超过1300万人患有慢性肾脏病，这已经达到了可以成为国民病的程度。这也意味着，即便现在没有肾脏问题的人，也不应该对此掉以轻心。慢性肾脏病是指肾功能长期受损或持续下降的状态，如果不加以治疗，最终可能发展成中末期肾衰竭。届时，患者只能依靠透析或肾移植来维持生命。因此，已经被诊断为慢性肾脏病的人，
尤其需要减少磷的摄入。而即使是那些肾脏暂时没有问题的普通人，也需要密切关注磷的摄入量。为了保持肾脏的健康，控制磷的摄入至关重要。正如前面提到的，磷是一种会加速老化的物质。如果我们在日常饮食中不知不觉地摄入大量磷，可能会出现年纪轻轻就显得老态龙钟，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老的情况。作者警告说，我们现在的饮食显然摄入了过多的磷。磷存在于我们每天都会食用的肉类、蔬菜、谷物等常见食品中，我们摄入的磷量往往超过了所需量的2倍以上。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食品添加剂。如果算上从食品添加剂中摄取的磷，作者指出，我们可能摄入了大约所需量的3倍磷。而更令人担忧的是，这3倍的摄入量还只是普通水平。如果一个人经常食用加工食品、方便面、快餐、超市和便利店的熟食等含有大量添加剂的食品，那么其磷的摄入量可能会轻松达到所需量的5倍左右。磷是无味无嗅的，因此不像糖分或盐那样容易让人警觉。比如，人们知道要少吃甜的或咸的食物，但对于磷却很难意识到需要控制摄入量。这也导致大多数人在不知不觉中摄入了大量磷。那么，为了避免摄入过多的这种隐形敌人磷，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需要了解的是，磷有2种类型：有机磷和无机磷。第一种有机磷广泛存在于肉类、海鲜、乳制品和蔬菜等食物中。不同食品中的有机磷吸收率差异很大，约为20%到60%。接着，第二种磷是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的无机磷。这种磷几乎存在于所有的加工食品中，吸收率竟然高达90%以上。换句话说，摄入的无机磷几乎都会被人体吸收。那么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明白了。通过对比吸收率，可以清楚地看出，无机磷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因此，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食物就是含有无机磷的食品。无机磷更需要控制摄入后，接下来我们具体介绍一些需要控制摄入的食物。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类含有有机磷的食物。对于即将介绍的这些含有有机磷的食物，与无机磷不同，并不是绝对不能摄入的。这里主要是从磷的角度来介绍这些食物的特点。对于摄入量过多的人来说，需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没有摄入过多的情况，一般是没问题的。那么，含有有机磷且需要适量控制摄入的食物，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第一种是肉类。肉类是磷含量高且吸收率高的典型代表。不过，肉类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因此不建议完全戒除，但还是要注意适量摄入，不宜过量。第二种含有有机磷的食物是牛奶。牛奶以富含钙而闻名，但实际上它也含有相当多的磷，因此即使是健康的人，在中老年阶段也应避免每天大量饮用牛奶。第三类含有有机磷且需注意摄入量的食品是加工奶酪等乳制品。除了牛奶以外，奶酪和酸奶等乳制品的磷含量也相对较高，特别是加工奶酪，其中含有使用无机磷作为添加剂的成分。因此，在选择奶酪时，建议选择天然奶酪而不是加工奶酪。第四类需注意摄入量的有机磷食品是荞麦面和拉面。荞麦面含有较多的磷，但其吸收率并不高。拉面也含有磷，因此如果您经常吃拉面，可以考虑减少频率，例如改为每3天或每周吃一次，以便有所节制。第五类需注意摄入量的有机磷食品是带骨小鱼，像白口鱼干等可以连骨吃的小鱼，磷含量都较高。不过作者提到，由于这种小鱼通常不会被大量食用，所以不必太过担心。第六类需注意摄入量的有机磷食品是鱼卵。鱼卵如鲑鱼子、鳕鱼子等磷含量也较高，不过如果只是偶尔食用，而不是大量摄入，则无需过分担心。第七类需注意摄入量的有机磷食品是坚果类。所有坚果类的磷含量基本都较高，但其吸收率并不算高，
因此，除非每天大量食用，否则无需特别限制。坚果虽然被认为是健康食品，但无论多么有益健康的食物，过量摄入都是不可取的。相反，作者建议我们更应关注下一类要点：无机磷。接下来，我想重点讲解第二种保持年轻和延缓衰老的最强方法——减少无机磷的摄入。无机磷，即食品添加剂中的磷，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因为无机磷的吸收率高达90%以上。食品添加剂中含有的磷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较大影响。我们周围的食物中使用了大量的食品添加剂和盐化物，结果我们摄入了大量的无机磷。大量的无机磷会给我们的肾脏带来负担，并加速衰老。作者推荐的最快方法是尽量不购买那些含有大量食品添加剂的产品。逐一检查食物是否含有磷是很困难的，因此建议尽量避开那些可能含有大量食品添加剂的食品，认为这些食品可能都含有磷。当然，并不是说必须完全切断所有的食品添加剂。在日本，很多食品中都使用了添加剂。如果完全不吃添加剂，可能会发现没有什么食物可吃。因此，从可以减少的地方开始减少就可以了。例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尽量不购买垃圾食品，减少在快餐店就餐的次数，例如每月一次；将加工肉类的购买频率减少到每周一次；将超市熟食的购买频率减少到每周一次。即使采取这些措施，也能显著减少磷的摄入量。虽然不能完全避免食品添加剂，但长期坚持避免那些添加剂多的食品，将对健康有所帮助。接下来，我将介绍一些减少食品添加剂的具体标准。减少加工肉类，如火腿、香肠、培根等；减少水产加工食品，如鱼肉香肠、鱼板、各种鱼肉制品等；减少方便面和快餐，尽量购买原料明确的食品，尽量吃手工制作的食品，避免购买保质期过长的食品，不购买明显使用了着色剂的食品。对价格过低的食品要保持警惕，不购买包装上标有大量料或剂的食品。这些标准可以帮助您在购物时做出更好的选择。如果能遵循这些标准，您将能显著减少食品添加剂的摄入，从而避免无机磷。刚开始时可能会觉得遵循这些标准很麻烦，但习惯了之后，您会很快能根据这些标准来识别食物。因此，建议在日常生活中坚持遵循这些标准来选择食物。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第三种保持年轻不老化的有效方法：通过运动将磷封存在骨骼中。大家知道，在宇宙的无重力环境中，身体的衰老速度会显著加快，肌肉的减少速度约为正常的2倍，而骨量的减少速度竟然是地球上的10倍。你们知道为什么在宇宙环境中，肌肉和骨骼会如此迅速的减少吗？原因是因为在无重力环境中，身体不再需要支撑，因此我们的肌肉和骨骼不需要再承受身体的重量，这导致肌肉和骨骼不再承担支撑的重任，从而功能逐渐下降。换句话说，未被使用的功能会不断衰退。我们的骨骼通过承受体重和运动刺激来维持强度。运动和体重施加的压力会促使骨骼储存磷和钙，使骨骼变得更加坚固。这与肌肉类似，肌肉需要通过使用和压力来维持其强度。如果在像宇宙环境这样的条件下，缺乏体重和运动的压力，骨中的磷和钙会不断释放到血液中，导致骨骼变弱。骨骼的弱化不仅会影响骨骼健康，还会对肾脏产生负面影响，加速慢性肾病的发展。因此，为了有效控制促进老化的磷，我们需要在饮食中控制磷的摄入量，并且必须坚持运动。运动可以帮助防止骨骼中的磷释放，避免骨质疏松和慢性肾病的加速。在我的频道中，我已经多次强调了运动的重要性，而运动还具有防止骨骼中磷释放的关键作用。正如我提到的，宇宙中的骨骼衰退速度是地球上的10倍。
但如果我们在地球上也不进行足够的运动，骨骼的衰退和磷、钙的流失会逐渐加速。希望大家能根据这些信息回顾自己的生活方式。有没有人过着几乎不走动或不活动的生活呢？最近人们越来越多地提到，长时间坐着会缩短寿命，过度久坐对身体不利。我们的骨骼显然是为了运动而存在的，正因为有了骨骼，我们才能支撑身体，自由地移动和活动。想象一下我们的祖先，他们从海洋走向陆地的过程中，获得了含有磷酸钙的坚硬骨骼，这使他们能够在地面上活动，因此他们的骨骼内部储存了磷和钙。然而，如果不再需要运动，那骨骼的硬度和强度就不再重要了。于是，骨骼中的磷和钙会释放到血液中，骨骼也会变得脆弱。因此，我们需要持续地给身体提供运动刺激，以维持骨骼的强度，避免磷从骨骼中释放到血液中。然而，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方式是通过电脑和手机完成一切，从联系他人、工作和会议到购物，几乎不需要外出或移动。这导致我们越来越少的活动，这显然是不够的。这种状态会导致骨骼中的磷释放，骨骼和肾脏变得越来越脆弱。因此，应该通过运动来给予身体必要的刺激。此外，现代人还暴露在大量的食品添加剂中，摄入过多的磷，这也会加剧骨骼和肾脏的负担。因此，我们需要关注运动和饮食，减少磷的摄入。通过控制磷的摄入，我们可以保持长寿，维持年轻健康的生活。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学识 Plus。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